男人为了欣赏海底美景，为自己打造了一艘透明的皮划艇，仅靠这艘皮划艇在海中度过1天1夜，途中还会有点小惊喜。为了晚上能在缥缈无际的大海中被人发现，在船只的周围设置了灯光，饿了就在海里打鱼，全程海底美景被男人一览无余。航行的过程中最大的缺点只能手动操控，但这里的风景会瞬间让你忘记疲劳和生活中的烦恼，有时还会遇到水母穿过船底。蝙蝠鱼也对这种透明异样的物体起了好奇心，在波光粼粼的海洋中，蝙蝠鱼显得格外耀眼。这种说走就走、说完就完的生活，谁会拒绝？卧在沙中的黄鲷鱼一动不动地被杰克全身上下欣赏了一遍。杰克快速地划着桨板，向着有海豚的海域划去。一对大小海豚正在前方惬意地栖息觅食，由于滑动桨板的声音将海豚也吓跑了。皮划艇划过之处，经常遇到黄鲷鱼卧在沙中，漫无目的在海洋中划航，只是为了欣赏海底的风景。为了确保杰克的安全，每隔一段时间，他们都会开着游艇去查看杰克的处境。长毛哥也想体验一下坐在透明皮划艇的感觉，刚坐没多久，皮划艇却直接失去了平衡，整个船只直接沉下水。好在透明的皮划艇还能安全地打捞上来。突如其来的神操作让杰克又惊又喜，为了能让杰克玩得痛快，还递给了他一把鱼枪和脚蹼。刚才这一幕也让长毛哥呛得不行，从皮划艇下水也考验你的操作。为了解决肚子饿的问题，这把鱼枪成为他们狩猎渔获的主要工具。成群马鲛鱼在海中自由自在地游荡，海底的珊瑚礁也是非常的漂亮，各种各类的海鲜渔获让人看得眼花缭乱。在人类极少踏足的地方，海鲜鱼类资源确实非同凡响。一条马鲛鱼被杰克锁定了，但很快又被杰克放弃了。随后又一条马鲛鱼闯入杰克的视线，而杰克这次却直接扣下了扳机。这里的马鲛鱼多得让你眼花缭乱，每条鱼的体型也非常的不错。狩猎到渔获后，杰克只能爬上透明的皮划艇。杰克的2位兄弟也在海里猎鱼，他们却在海底里向杰克打招呼。食物有了后，杰克就开始独自一人在海中漂泊寻找刺激。刚滑行没多久，前方一条鲸鱼出来换气，附近还有一条更大的。皮划艇不断的靠近，而鲸鱼并没有吓跑，反而对这种透明的物体起了好奇心，直接向着皮划艇游去。在碰撞中和皮划艇摩擦起来，使得皮划艇左右剧烈晃动，连见过世面的杰克也激动得语无伦次。这样的场景也让杰克心脏迅速加速。透明的皮划艇在茫茫的大海中显得格外渺小，独自一人划着桨板在海洋中漂泊。对于酷爱寻找刺激的杰克来说，是一件非常有挑战性的项目。一旦发现有小岛，就如同发现新大陆，快速地划着桨板向着岛屿前进，而他们却在岛屿附近等待杰克到来。狗狗和长毛哥也一同下水迎接杰克的到来。为了不让自己那么寂寞，连狗狗也要一同坐进皮划艇，能在划航中欣赏风景的同时解放双手。游艇为杰克带了一路，在深水区域开始了杰克刺激游玩的旅途。能近距离的观赏鲸鱼浮出水面换气的场景也是非常的罕见。庞大的鲸鱼身躯和杰克的皮划艇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在游玩的过程中还玩起了路亚，在抽竿的过程中让上钩的鱼儿跳出水面，可惜的是鱼儿竟然脱钩了。为了保证杰克人身安全，游艇会在附近时刻待命。在附近竟然发现了成群的海鸟在上方游荡，原来是成群的海鱼在进行一番厮杀。血腥味快速地引来成群的海鸟和鱼群进行抢食，杰克也参加了他们的厮杀。抛下的鱼钩很快就有鱼上钩了，他们也会在附近时刻保护着杰克的安全。鱼竿也被上钩的鱼拉成弧形，从杰克的用力程度就可以猜出下方的鱼获必定是一条大家伙。将鱼拖上来的那一刻，让在场的人非常的惊讶，上钩的鱼竟然被水下鲨鱼吃的只剩下一副头颅，可见鱼儿们在海里厮杀的场景是十分的惨烈。玩路亚的过程中，经常会有鲨鱼进行追逐夺食，有时会有一群小鱼在船下莫名的出现，紧接着一群较大的鱼迅速过来掠食，这就是传说中大鱼吃小鱼的场面。胆大的杰克为了知道水下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也下水查看这一幕。一群小鱼被成群的大鱼疯狂的掠食，成群的小鱼会做出各种各式的阵型来扰乱大鱼的视线，航拍下的场景看得更加清楚。在游艇上面的兄弟们也玩起了路亚，上钩的鱼连人也无法拖动它，拖上来后才发现是一条30-40斤的大身鱼，成年人抱起来也是非常的吃力。他们下一步的操作竟然把鱼放了，身鱼也自由地回归大海，而杰克还在平静的海面上划航。一条细长的海鳗从杰克的船边游过，随后立马潜下水，
杰克继续拿好鱼枪潜下水猎鱼，刚下水就发现了一条鲨鱼，这也阻止不了杰克继续在海里狩猎。一条鬼头刀鱼毫无征兆地闯入杰克的视线，杰克也毫不犹豫扣下扳机，鬼头刀鱼迅速地游开，鱼枪上的绳索迅速束缚了他的游泳速度，一条鬼头刀鱼就这样到手了。这种鬼头刀鱼体型像斧头一样，样貌极其丑陋。杰克顺序回到岸边将其解剖，解剖鱼儿的手法能看出一个人的刀工，从头部沿着脊骨一直往尾部划去。在解剖的过程中，还把鱼皮也扒了下来，随后也将一大片鱼肉也切割下来。连狗狗也能享受海鲜鱼肉，从肚子里面还掏出了一条小鱼，鱼肉看起来非常的诱人。切好的鱼肉很快就被他们烤来吃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。世界因为有你才会变得更精彩。